长月烬明，今天正式上线。自仙魔大战整整500年以来，魔界分别攻破了仙界以赤霄宗为首的整整6大宗门，如今唯一可以与之对抗的，也只剩下了逍遥宗和衡阳宗2大最强门派。这一天，生灵涂炭，魔神亲临，众魔族纷纷俯首称臣，屠杀着平民百姓恭迎尊上的驾到。面前这位天生血眸带点阴柔的男人，便是当今最强魔神澹台烬。魔神将目标定在了仅存的2大宗门身上，跟在魔神身边的2大护法也在此刻现身。他们的目标便是面前充满灵气的逍遥宗。所谓仙气蔽日，必有一宝，那唯一能消灭掉魔神的上古神器过去镜，必然也藏于其中。这也便是他们攻打仙门的目的。只见他小手一挥，一道魔气从天而降，竟直接击碎了仙门结界。顷刻间，无数只异兽攻进了逍遥宗。此刻，在另一边的衡阳宗里，仙子苏苏还在等着自己的老爹回来。可如今看着面前宗门弟子的不断战败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突然间涌上心头。当看到代表着逍遥宗标志的颜色变暗后，大师兄和苏苏终于意识到，魔神已经将逍遥宗里的人屠杀了干净。回到宗门这边，弟子全部战败而死，逍遥宗宗主被擒，上古神器过去镜也被找到，只可惜他们的魔气无法将其打开。魔神给了宗主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，用他的仙门之术打开这面镜子，否则他的灵魂将永生无法入轮回。宗主誓死不从。就在这时，天空降下了5道神光，衡阳宗宗主带领高手来到了这里。白发老者施展仙法，开始救助逍遥宗宗主。魔神微微摇头，随即派出2大护法，试图将其斩杀。法力合2为1的那一刻，充斥着魔鬼气息的蟒蛇之力攻向了由6大弟子组成的结界。在恶魔之气攻破结界的那一刻，白发救出了被困住的逍遥子，他单手扣地，强大的仙法抑制住了2大护法的进攻。当祭出最强逍遥剑法，才好不容易击败2人时，一切的一切都已尘埃落定，因为世间最强的那个魔还并未出手。好戏看够了，澹台烬也没了耐心，他伸出右手，魔气渐渐的汇聚，最终形成了一个莲花形状的物体，那便是他的杀招之一——洗髓印。在结界内的人都会被炼化成白纸骷髅，不过手下的提醒却让他暂时放弃了这招，转而用起了一个类似弩弓的攻击。被屠神弩弓标记上的人将会一击必穿死后甚至无法轮回。魔神贪婪地看着面前的一切，或许一石二鸟更有意思。在他发动攻击准备杀了他们时，一道不易察觉的攻击居然刺伤了他的脸。此刻所有人的注意全都转移到了天空中，那极为耀眼的仙子苏苏身上，是他利用手中的神器重语伤害到了魔神。趁着这个空隙，2大宗主开始掩护，将过去镜转交到了苏苏手里。拿到神器的时候，苏苏急忙向后逃去，可此时他们全然忘记了被激怒的魔王究竟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。不料魔王一怒之下火力全开，召唤出真身8臂金刚一剑，便将黎苏苏打落在地。可怜的黎苏苏以为自己就要被魔王杀死，而就在这时，他额头突然亮起奇怪光芒，竟瞬间摆脱了魔王的束缚。而他的鲜血在碰到过去镜的时候，竟把他带到了镜中的世界。魔神并非生而为魔，而过去便是他唯一的转变。原来魔神在他10几岁的时候，也只是个被人欺负的普通人，但他生来便是魔胎，注定要为魔神复苏积蓄力量。而如今魔神已经降临，只有让黎苏苏回到衡阳宗，开启破光阵，回到500年前，才能阻止这场灭世的浩劫。黎苏苏得知后，立刻回到衡阳宗，并把镜中的影像告诉了宗主。而就在他们启动法阵，想要将黎苏苏送回过去的时候，魔王的脚步此时已经来到了衡阳宗的门口。眼看着仙界最后一个宗门也即将覆灭，神女黎苏苏为了拯救这个世界，打开上古法阵，穿越回500年前，目的就是要找到当时还未成魔的魔王，将他除掉，来改变未来。苏苏穿越到叶希雾身上，是将军府上的2小姐，而她一直想找的澹台烬，居然是她的夫君。不能接受现实的她，当场就吓晕过去。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，500年前的魔神不仅是凡人之躯，还天天受到欺辱，而欺负她的那个正是自己。此时的澹台烬瘦弱不堪，好像一阵风都能将她吹倒。若非亲眼看到她灭世，打死她也不会相信未来她会变成魔神。她现在还不能冲动，在想到办法毁掉邪骨之前，澹台烬还不能死。可邪骨她从未见过，更不知道如何毁灭。只见澹台烬一脸无辜，他除了与魔神长着同一张脸，全身上下毫无力气。为了确认他的身份，首先要逼他使出力气。叶希雾不断的蛊惑他，试图将他彻底激怒。只见澹台烬眼神一抬，瞳孔中藏着无尽的杀气，让他瞬间就想起魔神屠灭天地的画面。这下终于确定，澹台烬就是500年前的魔神。纵使模样千变万化，可如此犀利的眼神，天下也只有魔神一人。感兴趣的社员们可以去看正片哦。感谢收看本期解说，记得点赞分享 ，follow 影视剧新社，我们下期见。